奶奶，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您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小青刚刚可真是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啊！你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小青。周宇现在可是困兽之斗，他最容易做出偏激的事情，你要十分小心啊！你大量收购周氏股份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心软？现在跑来，难道走到今天这步没有你的参与吗？我是商人，以利为先。周家这块大蛋糕，我顾氏分一块，合情。你可真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。说得好。小青怎么这么说我？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总算见到蓝绿茶是什么样了。没有啊，我随便说的，你别当真。我和青青还有事儿，不留你自便。有意思，看来你比想象中要聪明。你怎么突然认清顾风了？我好像也从来没有被他迷惑过吧？明明是你自己误解我和他的关系。总之，你认清他的真面目就好。他表面笑嘻嘻，背地里是个狠角色，少和他接触。我知道了，老板。收购周氏的新方案遭泄密，我们手中股票大跌。副慈，你总要给董事会一个解释吧？副慈，解释解释吧，这事怎么办？就是啊，这机密文件都能泄露，肯定出现了内鬼。你们办公室随意进出，只有顾夫人跟张助理。不可能是他们。张助理跟着你这么多年，我倒是想问，但早就听闻顾夫人跟顾风关系密切，这期间呢弯弯绕绕，你也和他说了行吗？是，我也早有耳闻。果然是傅夫人泄的密啊！说了，不可能是他。傅总，上次和周家大小姐的事儿闹到晚上沸沸扬扬，股票大跌，我们都忍了，没有多说什么。但这不代表我们董事会就是好欺负的。就是，董事会可不是你父慈的一言堂。我大体仓满蒸发了，副总你总得给个说法吧？分钱的时候口口声声说可以为傅氏抛头颅洒热血，出了危机就急着找个替罪羊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们的股份也都别要了，去把他们手里剩余的股份全都按市场价收回。是，副总。别，副总，我们也是关心公司前景，毕竟机密泄露是件大事。是啊，我们是关心则乱，绝对没有退出董事会的意思。我再问你们最后一次，真的不退？那就好，以后别再让我听见从你们口中有任何一句诉尽，亲手把他踢出复社。你是吸血鬼！傅慈，你真的没有怀疑过我吗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，我和张生确实最有可能作案，而且我还知道你的密码锁。所以我的嫌疑很大。从法律意义上讲，我们是夫妻。你跟顾风一起搞垮我，有什么不成？副总，你还挺聪明的嘛。况且，我也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谢谢你相信我。夫慈，我们还是先来想想泄露的补救方案吧。苏青，你到底还要逃避我，逃避到什么时候？可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根本就不应该产生交集。夫慈，我们不合适，所以还是等事情结束，我们别说了。这段时间你还是先回家休息，等事情处理好了再来上班。答应的这么干脆，难道你早就预谋好了要离开我，离开公司？反正我在这儿也只是给你添乱，我在家反而能给你减少麻烦。奇怪，我的项目书呢？不会是落在公司没有拿回来吧？
我知道，但是做新的收购方案时间太长，而且你不找出内鬼的话，做10000个方案也是徒劳啊。算了，只是去趟公司而已，我自己快去快回吧。总算找到了。谁？楚清，你给我站住！已经检查过了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大事，定时过来换药就好了。别难过了，那些文件我还抢下一部分呢。苏晴，我觉得我得特感动、特感谢你是吧？苏晴，你是觉得我得特感动、特感谢你是吗？不必了，我差点忘了你是个没心没肺的混蛋。那些文件我就不应该抢。我用得着你抢吗？说你偷就偷呗，你手受伤了怎么办？对不起啊。竟然宁愿受伤也要保护那些文件，父子到底何德何能？是，要不是宋清，我早就闭嘴！自作主张动手的。副总，我也是为了咱故事好啊。小贱，没让你打人，你知道事情要是闹大了，故事要面临什么吗？副总，我知道错了，滚！身边不许有废物。医生说了不用住院。不行，万一伤口感染怎么办？等伤好了再出院。我只是手受伤，又不是瘫痪。副总，你要调查的事有眉目。在我回来之前，一步不许踏出病房。小青，你伤口怎么样了？他一直都这么对你吗？你说副词呀？嗨，他就是那个性子。他这种霸道的人不适合我。顾风，作为朋友，我很谢谢你的关心和帮助，但我想我们还没有那么亲近。我和副词怎么样，似乎也和你没有关系。小青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你这么维护？对不起，副总，这次盗窃打人和上次收购案泄露都是他做的。对不起，副总，我不该鬼迷心窍偷文件，都是我的错，求您放过我。副总，我愿意无偿献出所有股份，求你饶过我这一次吧。股份？对，全部股份，我1分钱都不要。该伤害的，送到司法机关，要给哥处理。谈论手废了。顾风来过了，这你都知道？什么破品味？探病就知道送百合。再说了，他怎么知道你手受伤了？
我不知道啊，我跟他私底下真的没有联系。这样最好。小慈、青青，你们回来了。等等，小慈，周兴的事我和小妍都听说了，是我们错怪青青了。我想给青青道个歉。妈，你别这样。小慈，小妍这次受到的打击也很大，你看出国的事能不能缓一缓？不行，他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应该为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。她可是你亲妹妹呀！等等，青青，小妍她年龄小，不懂事，你能不能劝劝小慈？小不用求你了。我求有什么用？父慈这个大魔王也不可能听我的呀。不然再放傅言一次。好啊，告诉傅言，这是最后一次。青青，谢谢你。这也没发烧呀，怎么突然间脑子就不好使了？宋清，对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父慈。到公司后跟紧我，不准乱跑。好了好了，知道。总裁跟夫人的感情真的越来越好。有吗？夫人，你可算醒了。我这是……咱们发生了车祸，你已经昏迷3天了。父慈呢？父慈怎么样？医生说傅总伤得很重，尤其是头部出血很多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。你都昏迷1周了，该休息够了吧？快点醒过来吧。据本台消息，傅氏集团总裁傅慈遭遇车祸，情况不容乐观，傅氏或将面临拆解和被并购风险。抛售！我要把我的股票全抛售！不能抛，公司现在还……我就是拆分傅氏，谁知道傅氏什么能行？早点拆了，各自单干。是啊是啊，傅氏现在就没有主理人，早晚倒闭，拆了算了。谁说没有主理人？我作为傅慈的妻子，在他受伤期间，我将全权代理行使傅氏。你看，就你那点股份，你没说话的份儿。那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呢？我和我母亲的股份已经全部无条件转让给宋青。现在你是傅氏集团最大的股东。宋青姐，
我知道是你替我求情，不让我哥把我送出国的。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都过去了。宋青姐，我哥他怎么办呀？傅家怎么办呀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我会在他醒来之前替他吃好公司。宋总不好了，咱们的竞标项目出了问题。飞车，马上去顾氏。不必了，我自己来找你。这是送你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所以是你一直在背后搞的鬼。你居然还想趁着父子受伤击垮傅氏？是我，这是他傅家欠我。他爸害死我妈，那是他罪有应得。小青，跟傅慈离婚吧，等我吞并傅氏，分你一半股份。不可能！你要想搞商战的话，今晚放马过来。张生，送客。钱包比我的都长。老板，你也该醒了吧？你这都偷懒半个月了。我穿越过来，明明是想来做富婆的，结果现在却成了007苦逼打工人，都怪你。我好像有点想你了。今天我们顾氏邀请大家来到此，很简单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的顾氏竞标演讲会。关于我要宣传的一些内容呢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，你们大家可以仔细听听。关于这份文件，我们的这上面都有标，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根据在你脸色太差了，要不先去医院吧。竞选得标文件之后，这场竞标会很重要，必须在场。我们顾氏会给大家很大的这笔分成一定会非常谢谢大家。感谢顾氏集团的精彩讲解，下面有请傅氏集团上台进行竞标演讲。记者，招标。竞标会已经顺利结束了，傅氏赢得了竞标。傅慈，是我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你怎么可以挡在我的前面？你可是男主呀，你怎么能逼问你不是应该桀骜不坏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我死了，也许我还可以追回去，但是你死了，可能就真的死了。对不起，晴晴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。医生说你这段时间严重营养不良，要好好休养一下。对了，你刚刚说什么男主穿越的？我说了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可能是因为情绪太激动，胡言乱语吧。穿越这事儿太超前了，我还是先不说了吧。这小年轻亲热，
也得注意场合呀。妈，我哥和嫂子小别胜新婚嘛。子啊！我跟你说啊，现在呢，宋青姐就是我唯一认定的嫂子，你可不许欺负她。厉害啊！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是又平定外患，又搞定内乱。是啊，你要是再睡会儿，我都打算让傅世清送你。妈，顾母的死跟我父亲的关系吗？你怎么知道这事？你怎么知道这事？是不是顾风告诉你的？顾风说的没错，当年你父亲那个人渣，抛弃了他的初恋，也就是顾夫人，转而和我结婚。当我知道真相，想去和顾夫人道歉的时候，顾夫人已经因为抑郁症跳楼自杀了，所以导致我以至于孕期会去坚决离婚。顾风是个可怜的孩子，顾风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妈，您放心吧，我能处理好。所以这就是顾风想一心搞垮傅氏的原因。父慈，辛苦了。听了我们家和顾风的事儿，你先心疼的是我。是啊，顾风固然可怜，但你也是被上一代的感情无辜波及的呀。去找顾风讲开吧，让上一代的仇恨结束在咱们手中。谢谢上天把你送到我身边。不是上天派我来的，是根漏电的电线。这是我做的策划案，我打算以生日宴为借口邀请顾风来。好，辛苦你。没事，所以我打算把邀请函亲自给他，这样显得比较有诚意。副总，肇事司机的幕后主使者抓到了。对不起，你们继续。副总，肇事司机的幕后主使者抓到了。对不起，你们继续。张助理，你可能要换新工作喽。别跑了，快把你调查的结果给副总说一下。根据多方面指控，证明撞向副总的车是周宇指使的。现在警方已经对周宇实施了追捕。果然是他。那周家现在什么动向？周氏集团被顾氏和傅氏瓜分后，周家人各自逃亡，完全不管周宇的事。妹妹买凶把人，哥哥买凶撞人，还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你还笑？当初是谁眼瞎只信周兴的话的？还挺记仇。不过，我作为当事人，要请法庭听取审判结果。顾风的邀请函就拜托你了。又不吃醋了？吃醋啊！所以你只能把邀请函给他，多一句话都不准说。神经病啊！顾风，我想和你谈谈。你是代表你自己，还是傅慈？如果是后者，请你离开。我知道了，我全都知道了。知道了？原来你知道，今直到死，在等那个男人回来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劝我放下仇恨？风，我不是来劝你放下仇恨的，
你母亲的惨死也不该放下，但罪魁祸首那个男人已经病逝了，傅家也同样痛恨他。顾风，你的报仇对象错了。不，就是因为他们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的母亲就不会被抛弃。不是他们，即使没有傅慈的母亲，也会有其他人，这都是那个男人的滥情导致的。商镇波及的人太多了，傅慈愿意停手，和你商量出一个你满意的策略，给你补偿。补偿？补偿能让我母亲活过来吗？小青，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是纪念日。我一直在想，现在败了。怎么送个请柬这么久啊？不想他死，马上来1号厂房。别动了，都受伤了。收起你的虚情假意。绑架可是犯法的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难道你想让你的母亲在天柳林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杀人犯吗？我早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从我建立故事那天起，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等我下到地下，我会给我母亲解释的。对不起，小青，本来答应你不让你难过。你收手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收手吧。现在辛苦你再忍耐一下，我等你很久了，等你很久了，傅慈。你想怎么样？只要我轻轻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砰的一声四分五裂。我要你现在就把傅氏集团转让给我。现在给我出个合同，把傅氏无条件并入顾氏。合同拟好之后，我可以立马签字。如果你着急的话，我可以现在给你音频版合同。看来你对他真的很重要。顾风，停手吧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我要你用这把刀狠狠地插进你的身体里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顾风，你这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动手啊！不要，傅慈，不要啊，傅慈！没事。希望下辈子是我先遇到你。这2个月咱俩什么也没干，光在医院吃水果了。下回别买他家了，太酸了。咱俩去古风扫墓吧。我明知道是他害你受伤，但是恨他的同时又有一丝怜悯。我觉得自己又当又立。你纠结是因为你很善良，这是你的闪光点。
就连我也会时常想起他推向我的画面。走吧，老板。还叫老板？什么时候叫老公啊？当然是一个一到账的时候。财务。去死吧！你挺住，你一定没事的。死了！都死！大家都死！静静，别睡，别睡。别哭。别离开我，医生马上就到。让人过来。静静，我带你回家。都消失了！哥，3天了，你至少出来吃个饭吧。宋青姐知道你这样，她在天上得多心疼啊！谢谢上天把你送到我身边。不是上天派我来的，是你有点的担心。你可是男主呀，你怎么能逼问你不是颜值不坏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？我死了，也许我还可以追回去，但是你死了，可能就真的死了。让人过来，哥，去哪儿啊？哥，你在干什么？青青，等我。宋青吗？我没死，你差点就触电身亡了，幸好你命大。触电？父慈呢？什么父慈？你被送来时只有民警跟着他。没有伤口。你知道富士集团总裁吗？我是他的妻子，求求你把手机借给我。神经病吧！我是富慈的妻子，我打个电话给你一大笔钱。您好，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哪里来的疯子？滚开！你知道富士集团吗？就是那个最大最厉害的富士集团。明天再来做个脑部 CT， 我让医生再给你复查一下。他醒来之后就出现这种癔症了吗？我不去，我没病。这里明明应该是富士大厦呀！
哥，你为什么想不开啊？我没有想不开，我只是想去找青青。哥，你醒醒吧！芊芊姐她早就死了。她没死，她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。撞了人就想跑啊？不给点赔偿说不过去吧？傻了？父慈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老婆离开了我，那我当然要来她的世界找她。穿越到这儿来，你可不是大总裁了哟。以我的头脑，我马上就会再建立新的富士集团，到时候你还是总裁夫人。自大狂。把这个签了。不是吧？婚姻协议又来，这次还不准我爱上你吗？不，这次是要你一直爱着我。